菲律宾总统对中国态度180度大反转，看来大国博弈，小国真输不起。大家好，我是吕哲。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的行为和东南亚的海风一样，最近总是让人捉摸不定。前段时间和美国搞了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之后，菲律宾又和美国大秀了恩爱，一度让人觉得菲律宾总统是完全臣服于美国的裙下了。但是呢，5月的一段公开采访，剧情又有了大的反转。根据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5月4号接受的采访表示说如果未来台海发生冲突，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不能对中国发起进攻行动，并且小马克思在采访中坚称，美菲所谓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不包括对外攻击行动。菲律宾坚守外交和平原则，不挑事儿，不拱火台海局势，希望加强与中国方面的沟通。从这段采访视频来看，菲律宾总统的话的确还挺有诚意的。但是呢，光有诚意不够面对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这个博弈呢，菲律宾在中国原则问题上走钢丝，显然是在挑衅中国的底线。战争来了，谁不怕呀？我想作为小国的菲律宾，它后果清楚得很，比谁都明白。乌克兰的悲惨处境就明明白白的在被国际社会大肆宣传。小马克思显然抵抗不住这样的舆论压力再者呢，中国的军事实力当然不容小觑。正所谓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美国每次的台海威胁，中国都能够有能力有办法自如应对。想要完全制胜中国，难度自然不小。比如美国尼米兹号航母与我军山东舰航母对峙的时候，我军航母丝毫不占下风，想用气势压倒中国，门儿都没有。最后呢，还是我军的围台战术策略把台岛围了个里3层外3层，国外想要第一时间援助，那是比登天还难。有可能台岛等来援军的时候我军早就把国旗插在了台岛政府大楼之上了。毕竟美国五角大楼的将军们都在对台海战役保持着悲观的论调，几十次的兵棋推演都以失败告终。很明显，中国无论从战力还是策略上都略胜你一筹美国拿不准的事儿，菲律宾当然不敢往前迈第一步。这样的小聪明，中国当然是心知肚明的。只要你听话，咱们一切都好说。要知道，中国在东南亚的投入可没少下本与美国光说不做的行动相比，光是在东南亚国家直接的投入就达到了1.4万亿美元。这样的政策利好，再加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菲律宾看来你要是站错了队，可就玩完了。想要在今后的外交态度上挽回与中国的关系，可不是打嘴炮这么简单就能轻易蒙混过关。你实际行动，在中国问题上做出让步和态度，取消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计划，这才是对中国真正的尊重。国际和平交流环境才能实现双赢。我们也期待小马克思用你的实际行动说话，因为大国博弈，菲律宾这样的小国你惹不起，难道还躲得起吗？好，今天这周观察就是这样。